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听得见吧？听得见吧？啊，听得见就行。对，晚上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昨天呢，我们电影标人破了10亿嘛，然后，这段时间大家的一路支持，就挺开心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希望你们还是继续的支持下去，所以找到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聊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想聊的，也可以聊。谢谢大家的夸赞鼓励。哎呀，都吃饭了吧？现在都9点，都吃饭了吧？9点了已经。哎，你们问的问题好快啊！问的好快，你们帮我截一下，然后怎么？要不你来这边？怎么看待？我看不太清。对，哎，你让那个来这儿。这个今天去训练了，去山里跑山了，所以刚刚这个发型也是有点乱啊，卡个眼罩吧，没有搞造型。OK， 好，那来吧，开始聊啊。我最怕的就是这种，其实就是直播的时候尬在这儿，就是战术性喝水，战术性吃点东西。有一个是吧？怎么看待网友都叫何以璇邪恶猫头鹰？复刻一下邪恶猫头鹰表情包。我觉得网友们都太有才了。对，确实是我刷到了很多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邪恶猫头鹰，是吧？那让我复刻一下，复刻有什么表情？哪一个表情包？邪恶猫头鹰来也，这个是吧？这个是比较傲娇的那个感觉吧？就来，邪恶猫头鹰来也，这种感觉吧，是吧 ？OK， 这过吧。还有一个大漠最闪耀的可汗叫驾到。哦哟，这个这么凶，这个。OK， 下一个，手你们来啦。这个跟这个有啥区别吗？哦，一个是瞪右眼，一个是瞪左眼，是吗？手你们来啦，行不行？可以吧？可以。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我看到很多人说人物小传，对这个看情况吧，好吧，这个对。第二个问题，网友们都在讨论何以璇一边狞笑一边落泪的原因，谈谈自己当时表演的想法。其实这个在路演的时候我也说过了，但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具体吧。大家都看过漫画和动漫吗？其实他落泪这一滴泪啊，这一滴泪对阿月肯定是有感情的，
他这个感情怎么说呢？是那种真的是深情，真的是大家理解当中的那种爱意吗？不一定。就何以璇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他就是在一个特别，他在12岁之前我写的人物小传里面他是在12岁之前是在算是有爱的氛围下长大的，但是呢后来他心智还没有成熟，他就已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就是要背负着家族的荣耀，还有他几个哥哥战死沙场，父亲也腰伤，那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怎么说呢？他我觉得原本12岁之前应该是过得很幸福的，算是无忧无虑的，就意气风发的那种少年吧。你看他在家里面也是排行老三，那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去出面，他不需要他去解决，他有哥哥们在，还有父亲在，而且他的父亲，他们何一家族跟老穆家的这种势力是相当的，所以他们两个才能联姻嘛。那后来一系列哥哥们也战死沙场，父亲也腰伤，他命里的唯一一道光，他在最无助的时候，阿育亚给了他这2个羽毛，那对于他来说是一道曙光。那你想想，突然之间又退婚了，然后退婚的时候是怎么退婚的呢？他已经照顾了他父亲3年，久卧不起的这个情况，然后其他家族也一直在欺压他们家，一直在欺负他们家，跟他就是他想要代表他们家去谈判一些事情的时候，其他家族对他都是不理的，因为他没有资格成为这个族长之后才能有那个资格，所以他没办法，那个算是他的一个契机，一个时机，也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为他自己的父亲解脱，所以就弑父嘛，弑父，但这一幕恰恰又被老穆看到了，所以被退婚了。那对于他来说，整个世界要崩塌了，所有的一切希望破灭了，所以他跟这个裴世区他们合作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嘛，当时是，所以那一滴泪，你说对阿育亚有没有情？有情的，肯定是有情的，但这个情已经是偏执的一些情吧，也有一种可能是，就是我看到有网友说我何以璇本不该走到如此，但是已经走到如此的地步了，没办法，没有可退了，退无可退了。曾经的少年，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已经把曾经的长辈老穆的人头都放到自己的爱人面前，你说他悲不悲痛？就特别复杂的，其实，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这个想象，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员去演了这场戏的时候，现在被大家讨论，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感谢片方把这一滴泪给保留下来了。因为怎么说呢，剧本里面并没有写你这个地方要流一滴泪，必须要流，并没有写的。但是你要当时演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是原著粉嘛，然后看了漫画，然后又看了动漫，然后写了人物小传去争取了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在现场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创新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改动的地方。那先尊重，先展现出来八爷和金哥他们想要的那种感觉之外，我也希望就是说还是带着一点原著的感觉在演这个角色。所以其实你看过原著、看过漫画和动漫的话，应该都能理解为什么滴那滴眼泪的。对，然后现在大家也看到大家所讨论的这一滴泪，其实给这个人物丰富了，我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也感谢标人的团队，把这一滴泪留下来了，让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包括最后要掐着他的那一刻，
其实他还是没对阿玉亚是没有下定狠心的，就是还是对他还是那个是吧？没下定核心，所以被反杀了嘛。当然，这个结局，那何一璇的结局肯定是要惨的，因为他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也许他没有办法，也许他没有什么选择。就像之前有一个哪个角色的台词来着？就是如果有光明之路可以选择的话，谁又愿意选择这条路呢？就跟那个一样的，其实他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环境下长大的一个大漠里的孩子，本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大漠生活，跟自己的这些发小是吧？阿玉亚呀、蜜儿呀、虞姬牛罗呀、大赖小赖、噜噜噜，对吧？我们一起骑马，一起摔跤，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战争，然后又没有这种家族之间的勾心斗角，那他原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的，但没办法。所以这一滴泪，对，也对。反正大家，我觉得现在你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我觉得都是大家的权利和大家的看这个片子、看这个角色人物跟人物之间的一些想象，我觉得都是对的。对，那下一个问题，说的有点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不好意思，确实是因为，又说回来，而且这一场戏是我开机，我这个角色的开机第一场戏，那个就压力特别大的，然后又是吧，跟梁老师也是第一次合作，然后又是这么重的一场戏，但是其实去演之前，我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画面了，一个想象，然后到了现场再跟八爷、再跟金哥、再跟对手演员去讨论怎么样把它合理化。好，下一个问题就是拍骑马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骑马戏的时候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叉腰骑马吧。我这个角色原著里面就是叉腰骑马了，那我希望还是还原一下，所以不管他跑起来还是这个平时的，就不管是跑起来还是站定那儿，我基本上都是叉着腰骑马。然后还有一把刀，那一把刀我也是反着来骑，或者是立起来，这些比较深刻吧。就是在大幕里面，而且是在大幕里面是第一次骑马，所以还挺爽的。什么？马年春晚为什么叫兰花指骑马？是故意设计的吗？这就肯定不是故意设计的。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确实我这个兰花指就是我这两只手，就我这个小手指是受伤的，所以平时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分开的，平时我都合不上的，就算你硬合，它自然而然就自己就分开了。所以有的时候拿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写那个字签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这个都是翘起来的。有身边的人问过我，或者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就不太了解我的，都问过我。所以已经是以前练那个散打的时候，打拳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吧，是吧？算是对，包括我这个骨节也都是伤过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不是故意设计的啊，以后见到了也不要见怪不怪了，peace。但是做这个手势确实是特别好做的，这样子的话呢。作为标人的原著本，演完何以璇之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最开始看漫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我刚刚好像算是说了吧，就是肯定是有一些创新和有一些改变的，有一些改动的，但是它的核还是那个核嘛。它的虽然现在电影篇幅就那么长，那么多的人物，你不可能都给你拍出来，对不对？那现在仅有的这些画面，已经是很好的了。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少年的时候的一些动漫里面是有这些呈现。咱现在这个是可以说是我最后那一场戏用台词的方式说了一些，就是我12岁那一年，两个哥哥战死
沙场我的阿塔从马背上摔下来，你给了我这2个羽毛，还记得吗？什么的，就类似于那种是用台词的方式说出来了。核是没变的，但是有一些创新，有一些改变。现在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漫画的和对这个人物有探索欲的，我觉得应该都去看了吧，都去看过了，应该是。对，我是原本就是那个原著粉。这是什么啊？对，好，那下一个环节就是我看到了大家网上真的做的特别特别多的有意思的动图呀、画画呀，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你们太有才了，真的太有才了。然后那个工作室的小伙伴们也整理了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是吧？哎，看看，大家一人一张的。何一汪汪，这是何一汪，死我糊涂啦，那个是吧？下面是好老多了，我觉得你们太有才了，真的。这也是何一汪，这2根耳朵确实是非常的立体，非常的立。杜宾，何一汪冰，这个叫。哎，我取的不一定对啊，这个就是我看到了，就是跟我还怕取的不太对，写了个字，大家也可以不对的可以纠正，或者是你们取一个。这也是何一汪，是另外一种。是又是我糊涂了，何一汪很多。黑咪，和一个黑咪。这也是黑咪。黑咪利，舍利的利是吧？这个很帅，这耳朵也是。又是个黑咪，黑喵，这个有点可爱。哇，这个何一鼠，小白鼠。何一猫咪，猫咪和汪汪很多哎，这个是比格拳，寻期3天不规避，还是别杀人了。但这个表情很可爱，很凶的样子，你看。这是什么？哦，这是演戏是吧？前面你看，何一璇是前面特别是那场跟几位叔叔们那场是吧？他在前面演哭，然后后边演阴狠的那个状态，网友们太有才了，找的好形象，好像。那我复刻一下这个，反过来一下可不可以？比如说前面是阴狠的，然后背后就是可爱的。何一小比格，这也是多好可爱啊！这也是一种是吧？这也是2种反差的，前边是，后边是树叶，然后呢它是眼药水啊，前面也是生气。
还有哇，车来了，合一车，合一车，合一车，合一凳，合一凳子，这个凳子感觉可以拿来健身。猜猜这是合一什么？合一柱。太绝了啊！这合一楼，这合一楼这个2个羽毛很亮，这也是合一楼。合一酸奶，蒙牛酸奶是吧？合一路由器，合一油。这个确实是带着，是吧？合一 WiFi， 合一小鹰，合一大鹰，合一鹰王，好帅，这个有点帅了。这个叫合一扇吧，也有点像镜子。欢迎大家补充啊，欢迎大家补充，也可以再起新的名字。这是啥？这是合一船，合一船。合一灯饰牌，这大家都知道吧？合一多，合一多，合一多，多，合一球，合一羽毛球，这就是合一旋本旋合一旋球秀，太有才了。那天我看他刷到这张图的时候，也是乐得不行，真的是。然后我还没来得及分享，就很多的小伙伴们都分享给我了，优秀。没了，这些就是欢迎大家补充，我觉得很有意思。下一个问题了啊，这个对合一。OK， 下一个问题。演合一旋最难的地方是什么？最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成为他。又说实话，以前的角色，就算是去演杨戬，你都还能够去借助一些你在山里的一些感觉，就山里修行的一些感觉。但是合一旋的话，真的毫无借鉴的地方，和我所演过的角色也没办法去借助，除了起码有一个相通的点之外。就真的没办法去借助，所以怎么样去成为他？你的眼神、你的神态、动作、肢体，你的说话的声线、感觉，包括对人的态度，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挑战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角色得放出来，就是外放出来演。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收着演的。但就是大家了解我的朋友的话，很多角色我都是收着演的，但这个角色不能收，你一收就变成阴谋家了。他不是个阴谋家，他是一个只有10几岁孩子的智商，但是没办法被迫成长，他得这么去，就是放出来演。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我在现场每时每刻都要打了鸡血似的，得保持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每天结束了，回了酒店，就洗了个澡之后，变成我回到我慈善本人的时候，
就是有点累，然后但睡得挺好，因为全部的那个能量都在现场释放掉了。下一个问题。为了演何以璇做了哪些功课和准备？练了马术，练了武术，武术就是主要是挨打的，大家也都看到了挨打怎么学会挨打。其实学挨打还挺不一样的，跟你去主动的打人完全不一样，我感觉还挺难的，挨打也是。然后写了一些人物小传，看漫画看动漫这些就不说了，之前就看了，然后就再去回去看一遍，然后提前就到新疆去体验那种大漠风沙的感觉。就做这些功课，那这些其实作为演员来说都是应该做的，就是你就是分内之事。这次出演标人有没有什么没能实现的小遗憾的地方有吗？牛羊肉没吃够吧？因为那边乌尔和克拉玛依牛羊肉太好吃了，鲜嫩多汁儿，然后又大块的，我这边天天吃。牛羊肉。有没有想过，如果何以璇没有死的话，他到了长安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到了长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没有死的话，去把他抓到牢房里面教育改造一下，然后出来做点正能量的事儿，让他卖个羊肉串，给卖点这个大漠的羊肉串。羊肉串，3块钱一串，2块5一串。对，买个羊肉串也行，我觉得有个安稳的生活，平静的日子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何以璇，对，何以璇这个问题，何以璇为什么说话老破音？有人说何以璇太浮夸了，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破音这个肯定是设计的，如果不是设计的，其实配音的时候就完全把这个问题给规避掉。就比如说他去几个弟弟们被护标队给杀了嘛，然后跑过去跟几个叔叔们告状的时候，叔叔们那个都是一种掩饰，他其实孩子的一个心智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叔叔们面前又要哭又要哭，也显示着自己的很伤心的那个状态。然后包括把老莫人头丢到阿月面前那场戏，阿月你怎么能和这个贼人在一起？那都是完全就是模仿的一些口音。当时跟陈岩老师聊配音的时候也是，其实加入这些有他的这个人物的一些特色，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所以就加入了这些。你要是完完全全按照很标准的去处理的话，其实那个人物反而是缺了一点味道。所以当时跟配音老师们也聊了，就这么去处理的这些破音啊，还有这些羊肉串味儿啊什么的，这感觉都是，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配音的时候就可以处理掉的。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关注到我的这个台词方面，我觉得肯定我从到今天已经是来北漂第9年了吧。从一开始真的普通话不太会说，到现在业内也对我也挺鼓励的，给了我一些原声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这是对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的，有升华的空间，我会再继续加油。但是至于这个角色破音和那个时候都是设计的。然后浮夸刚刚也说了嘛，这个浮夸大家怎么理解吧？我觉得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如果有人对你成见的话，你也没办法让他真的是喜欢你，是吧？刚刚也说了，这个人物得放出来，我得放出来演，他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要不然就没法演的这个角色。如果我当时就演着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坏人，怎么演啊？你带着这些理智的话，你到现场之后，你就是那个人，就是那样子，所以成为那个角色，进入角色，仅此而已。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去怎么样去成为每一个角色。谢谢。下一个问题，被何一璇的笑声吓到了，请此上发出一些沙式笑声。现在这个就是嘿嘿嘿嘿，不好意思了，哎，今天这个起的有点早，还有点壮。下一个问题，回应一下网络梗，何一璇可以和江渊一起凑一双眼，太有才了，你们在这个平行时空是吧？江渊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人物，何一璇是隋唐时期，在平行时空，他们也是交上朋友了，还能合作上，也是一种缘了。对，两个都是对，连着演了西蒙与何一璇两个角色，现在知道花钱雇别人打架不可靠了，太不可靠了，千万不要雇钱雇人打架，对，还是要自身强大，多练，多这个平时没事就练练。今天这个直播什么？今天这个直播的也是满头大汗了，给大家看一下实体版的满头大汗。好的，确实是满头大汗了，但此大汗可能也非彼大汗。这个我一插呀，来帮我一下，这个。这给我来展示一下什么叫满头大汗啊！哎，不用，我觉得不用夹的感觉。不好意思，还是实验是假的。我刚刚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底下可以问啊。有多少人是已经2刷3刷的了？IMAX 听是最爽的。哎，不对呀，我这样子的话，我已经2刷过了，准备再去3刷一下，找个 IMAX 听。这满头大汗，这夹子夹的，我也是夹的满头大汗。哦，这边。哎，哇，给大家唱首歌得了，太尬了。原来这是爱情，瞬间便是注定。
我愿用所有烦恼。超过3。替代的风景。满头大汗。继续给我来，还能。还有就是刚刚那个羽毛球，太有创意了。这些创意都是来自网友朋友们啊，真的，你们太有才了。先一个这样吧，一个一个来。大汗累，可汗累了，可汗，满头可汗。哎，让可汗享受享受这间隙。聊不动了，这天真的太尬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哎，站出去喝水一下。还能这么五颜六色的。总之呢，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就感谢你们对标人的支持，对何以璇的讨论，对我演员自杀的支持，对，争取下一个角色就不要那么狠厉的。现在正在拍的就是挺清爽的一个角色。是我糊涂了，是吗？要这个吗？还有几个版本，原版呢，我现在去复刻肯定都很难，这是艺术，知道吧？你去复刻，我本人也复刻不了一模一样的。当时就是演那场戏的时候就挺有感觉的，所以就是一下子就是他那个节奏都是慢，是我糊涂了，大概这么一个感觉吧。然后平静版就是我糊涂啦，是我糊涂啦。愤怒版本啊，就是接缀一下道具。是我糊涂了。满头大汗掉了，哎呀妈！还有啥？我是可汗，我是大漠的可汗，我是可汗，我是大漠的可汗，可汗，也可汗。不要了，别这个了。杀了他，我在杀你，我在杀你，杀你。这个杀是那个杀吧？沙漠的沙吧？大沙漠。这里不再是墨家的了，而是属于我何以可汗的这种温柔版本。害怕版本，就等你了，我的老丈人。
爱咋咋地办，是爱咋咋地是怎么表演啊？说出来 I'm sorry， 是我没照顾好的弟弟们，惩罚我吧。这不会也爱咋咋地了？原来的来。然后没问题了是吧？没问题就没问题就好，就请你们继续支持就好了。然后今天那个怎么了？我头发乱了是吧？没关系了，咱们就怎么自然怎么来。OK， 来吧。今天那个我刚看到，我刚不是发了个微博嘛，然后看到大家说能不能把那个飘带抽给你们？可以，我去聊了，然后争取过来了，给大家，抽给大家吧，整了10个。哎，怎么都是这个啊？不是啊，上班。哦，卖完了哦，那不好意思了，那个上班不如上山那个卖完了，刚刚去聊的时候，所以现在只有这个象山常客，可以吧？对，跟我的同款。好，那我怎么抽这个？我准备好了吗？我截屏，我拿一个手机截屏是吧？拿一个手机截屏，然后在这个截屏的页面里面，谁是第一个就算谁的，好不好？我是直接截屏，然后展示给大家，然后重复的就交给下一个了啊，不领2个，怎么样？10个人，来，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开始了，来，一起数3、2、1吧。来，第一个，3、2、1，走你。好，叫别跟一头牛计较，俺想要这个一个了，保存。然后第二个啊，我拿好啊，锁屏了。来，3、2、1，走你。哎，真的给锁屏了，不好意思，来，换了一只手 ，sorry。我连续先截3个吧，好不好？截三个5个吧，刚刚已经去了1个了，现在再来4个，来10个吧，没按错啊。来，3、2、1，一个，3、2、1，两个，3、2、1，三个，3、2、1，4个，好。这第4个，第一个是 YXPLX， 这个叫怎么读？是这个啊。然后上一张是平平无奇鱼为文。第3张是煞小妖，是吧？这个字是叫。第2个是没有烦恼 MMM， 那个就刚刚这个第1个了，就一共5个了吧 ？OK，
好，还有5个，怎么截屏有点累啊？好，来下一个，3、2、1，走你！再来个3、2、1，走你！两个来吧。这个英文 I K E S S L Y N 01就读不出来了。这一个，还有一个是叫今年绝对不敢 DDL， 2个，7个了吧？还有3个，来，3个一起结了。3、2、1，走！来，3、2、1，走！最后一个，3、2、1。这个没过吧？这个是吧？这个叫紫砂的皮筋，这是第8个，第7个，第9个是这个怎么算啊？这个看不太那个 ID 了，那就重新结一个啊，看不太 ID 了这个。然后这个是豆豆紫妮。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要，虽然看不到 ID， 但是是不是啊？但是确实看不到 ID 了，没办法，我刚刚还仔细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啊，那我重新结一个。来，最后一个，3、2、1，这个叫英文名的 Liny LINY X K， 这个 OK 10个啊，10个，好，记一下。然后让中奖的人私信一下工作室，谢谢你们10个啊，10个，多谢支持啦！有个人一直在问，如果穿越到何一璇身上会怎么尝试改变现状？穿越到这个问题怎么问？就是我现在去穿越吗？我去穿越的话，那让他开开心心的在大墓里面生活了，2个哥哥也不用战死，父亲不用去摔伤腰，就在大墓里面平平淡淡才是真。对，娶一个爱自己他也爱的大墓女人，过日子就挺好的。紫砂涂口红吗？涂啥口红啊？涂口红，我嘴一直都很红，我嘴唇，我演郭靖的时候，因为郭大侠嘛，也是从这个大墓来的，然后他们觉得我那个嘴唇太红了，然后都用那个粉压的唇白，所以有些场次都那个生病了似的。我嘴唇本来就很红，我现在啥都没涂。哎，我别说口红了，我现在我这个整张脸我都给你来，又这么红的，不好意思，这个可能跟身体原因嘛，是怎么的？但是涂唇膏是涂的。那天那个去微博扫楼，那个不是给我们护唇嘛？护唇的我觉得都带回来，那个挺好用的。莎莎，你好会表现痛苦哟，很容易和观众打开疼痛的共享。想问一下，表现这种
情绪爆发戏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太沉静了，导致身体不适的感觉呀？是怎么处理这种戏份的？谢谢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目前来说应该没有吧，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感受型的演员的话，你得去成为那个人物，你要去痛他所痛，乐他所乐，经历他所经历，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是有一点点伤害吧。比如说你要去饰演一些特别情绪特别激动、特别复杂的角色的话，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可以释放掉你一些情绪，所以我觉得有利有弊吧。这个东西就是只要热爱，其实没什么值不值得的，就是对。但是我会记住这句话，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身体，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角色。感受型的演员还是比较沉静。新疆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太多了，牛羊肉刚刚也说了，然后那个馕饼也贼好吃。那个就是刚刚从那个是吧？烤炉那个先拿出来的，哇，很香。然后我们还去乌鲁木齐，玩了2天，也都挺舒服的。演完何以璇要多久可以出戏？当天我就泡了个澡，然后给自己，我在那个浴室待了起码得有1个小时吧，就把整个人的身上的戾气呀、眼神上的戾气啊，各方面都想给洗掉。但是我觉得最快出戏的办法就是赶紧进入下一个角色。对，所以当时拍完没多久就进了捕风，演了希望、西蒙、西泰，就王蒙泰这3个人物，就马上就出来了。想想跟梁家辉老师演，这是什么事？跟家辉老师就是很有缘分，就是挺奇妙的一个缘分。然后跟前辈真的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各个方面啊，那真的是相爱相杀的。虽然我相信这个少年时期何以璇少年时期的时候，对老莫肯定也是有爱慕的，就是崇拜的。老莫组长啊，对吧？这又有威望，又有知识，又这各方面的，所以他对老莫肯定也是有爱过的，就是这种对他的一种尊重、对崇拜。那到了后边就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到了捕风也是嘛，希望对他是其实大家对他还是挺爱的，对傅龙生。所以再有下一次机会的话，我不知道捕风2里面是怎么写的，但是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还是别那么打杀杀、追着杀的关系吧，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奋斗，一起面对敌人的这么一些关系、人物关系、人物角色。为什么这么喜欢橙色？因为我觉得橙色是非常的有活力、鲜活，但是它又不像，就是没那么张扬，就看起来是舒服的。比如说你一个橙子是吧？像看一个橙子，看水果，你看起来是舒服的，你想要去跟它去亲近的那种欲望，所以我对橙色是情有独钟，也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怒火蔓延什么时候上？配音了吗？配了。上个月吧，上个月已经配完了。实话实说，还是非常的有质感的。然后那天导演和制片人都在，他们说努力的往这个我不能说吧，这个对，反正我希望今年跟大家见面了。对，他们在努力，反正我的部分已经拍完了，不是已经配完了，配完音了。
怒火和征战都配完了，欢聚也配完了，希望早点跟大家见面吧。也是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你觉得哪个样才能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我觉得，多去经历吧，多去经历，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让你一下子内心强大。我特别佩服那种，就是在原生家庭里面就把他教育的非常好，然后各个方面把他滋养的非常好的那种人啊，我遇到过，就是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我很羡慕他们。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我现在也不强大，只不过是一步步的、一次次的经历和随着你年纪的上涨，让自己别那么多的焦虑，让自己的心理更强大，就是都去经历。然后我觉得有些时候适当的躺平也挺好的，对，不要那么就是我以前的话就不行，我要这样，就是有可能有些东西你不行吧，但是就是非要证明，非要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在也在有些东西是真的，你不是你什么都行的，就是也是要放过自己。真的不可能人什么都会，什么都行。放过自己，其实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帮助。然后多去跟大自然接触，大自然会给你滋养。可能我从小就在大自然生长也有关系吧。就自然滋养了我很多，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外部条件上都是。Yes。冬天不开工的时候几点起床？这就看下不下雪了。如果下雪的话，一大早就起来去滚那个雪球，然后在雪地里面滚。我们小时候都是穿着那个披毡，就是在雪地里面滚来滚去的，然后滚出一个球。然后能多睡就多睡。对，我昨天就睡得比较少，但今天我跑步的地方也有雪，所以就很开心。对30岁的自己有什么期待吗？没有特别必须要的一些期待，但是我还是期待遇到好的角色，遇到丰富的角色，遇到饱满的角色。对表演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这个要期待吧。然后也期待身边的人、家人、工作伙伴都健康，然后尽量的保持开心。何以璇吃馕会配折耳根吗？他会吗？他会配大漠的玫瑰吧，带刺的那种。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狠啊。我此生会配，但何以璇配不配折耳根，我觉得你们说了算。你们说了算。还有香菜、大漠、玫瑰，对。如果何以璇有社交账号，个性签名会是什么？会是啥？我是大漠的可汗，我是新可汗，这样吧，应该是。你看那个乌噜噜跑进来跟他说何以璇的时候，他说你叫我什么？说明平时是吧？几个发小对他都是可汗的哄着他，有可能啊。对，这是什么问题？再说一遍，我是猛男，我本来就是猛男啊，我是猛男。不打屏幕了。15亿福利，15亿什么福利啊？15亿，说实话，我这
人嘛就比较枯燥，平时就是真的就是看看电影、跑跑山、打打拳，就这些。有什么福利？我这哦，要不我给大家来个完整的那个叫什么？山对山呀，俺是吧？山对山来，俺对岸那个手势舞吧，好不好？15亿，OK，15亿，继续冲啊，继续冲，这个票房是要往上。莎莎觉得下一个问题了啊，莎莎什么？莎莎觉得折耳根最好吃的做法是什么？最好吃的做法就是凉拌嘛，然后再加点叶子，不要只是根，再加点叶子，放点醋，放点少少的盐，就非常的美味了。对于我来说，折耳根、香菜啊这些。有一个人一直问对蜜儿是什么感情，说实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他对阿玉月都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但是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都是发小，我们都是在一块儿有非常欢乐的时刻，有过非常欢乐的时刻的，跟蜜儿也好，跟阿玉月也好，跟牛罗，跟大赖、小赖，跟乌噜噜，我自己写的前传就是人物小传也是，我们都有很多有欢乐的时刻，一起骑马呀、摔跤啊，玩这种沙漠里面找那种喷泉，然后玩泥巴，玩沙漠泥巴、沙子泥巴，对，所以你要说是什么样的感情，肯定不是都谈不上，何一轩还没到那个时候，因为对他的家庭，他给他带来的种种经历、种种桥段，对他来说太多了，太打击了，一件件事情。何一璇不当可汗当标人会怎么样？那应该他的武力值不太高，可能就是被护着的那种吧。对，这个请发表你们的感言。何一璇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整个家庭里面和大幕里面，他见过真的爱他的人吗？因为在动漫里面是没有写他的母亲的，他父亲一上来也是这个腰伤了，所以前面都没有这些描述描绘。徐老师对这个，所以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有，他母亲可能是很爱他的，所以他在8岁以前、12岁以前，可能就是很欢乐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跟自己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有没有真的那种温暖的时刻，好像都没有。好，下一个问题吧。对于网友说何以璇是新盟的前世有何看法？脑洞太大了，这个你们把何以璇和江月都能够联系在一起的，那这有啥不行的？确实是，都是跟这个，一个是跟老丈人对着干，一个是跟自己的养父对着干嘛。那有某一些地方可能有点像吧，但其实西蒙毕竟是个现代人，他的做法可能没那么疯狂。我觉得网友就是你们的这种脑洞就非常的有意思。下一个问题，三上春晚什么感觉？很开心，很荣幸，真的非常荣幸。然后这3次都是跟非遗文化相关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就是是现实的还是真实的？哦，不是，是梦幻的还是真实的感觉？因为之前的话，很多我们老家的人其实只要是有电视的，不一定看电视剧和电影，说的哪个明星哪个巨星不一定认识，但是都会知道春晚。那第一年就是跟偶像李小龙的一个后人演一个偶像李小龙的后人，就很开心。
玩双截棍，轮滑，第2年就是也是非遗减脂相关的，今年那是骑马，然后今年就是真的是想不到，就是骑马上这个长江大桥，长江第1大桥，哇，就是我第一天，而且第一天就拍那个，真的就是就没都不是开心来形容，就是真的就是感谢这个时代吧，真的感谢这个时代，要不然我也从大山里面骑马骑不进这个春晚，就是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些机会，然后机会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去珍惜把握。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想问的？咱时间也差不多。如果何一璇生活在现代，你觉得他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觉得他适合做什么？你们说吧，来，答案区交给你们。对，那就差不多了，朋友们，时间也不早了，然后，对，我明天也还要开工，现在要去做一些功课，咱们这要，对，那个，祝大家马年大吉，新春快乐，然后也感谢对标人的支持，对何一璇的讨论，希望你们继续再支持，继续再加一把油，加一把火，我们这个对羽毛都飘起来了，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啊！多谢多谢多谢，羽毛5根羽毛，现在我有1把羽毛。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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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晚安，多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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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晚安，多谢。